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现在开始，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。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。那么今天的话比较特殊，你好，秦朋友，昨天是美国的这个感恩节，今天也是很多人都在休假。然后今天的话，交易的话是1点钟就收盘了，它是提前收盘的，所以说还有1个半小时，这个交易就收盘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是吧？我们来看今天的，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盘，先说一下标普。那么的话，上次我们说哪里？在周一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4835是起涨点，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这是一个离开，然后离开段这个小 B 段出现了一个回档。那么这个回档非常技术，回档的位置刚好在0.382，就是最浅的回踩。然后最浅的回踩之后出现了底分型，当时还有朋友问这个回撤，这个3买是日线的3买还是周线的3买？因为如果说想要成为周线3买的话，它这个延伸度还不够，或者说它这个回档还不够，需要2次回档或2次回撤、2次回踩才构成周线3买，但这里只有1次，所以说是下面这个日线的。那么出现底分型之后也是非常强势，连涨了5天，连涨了5天。那么现在是不是能够去再次突破6920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今天还是比较重要的一天的，因为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就是收月线，也是收周线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说，但是今天想要突破6920的话，可能性比较低，对吧？那么还有多少空间？还有1.23%的空间。如果说突然来一个什么特别好的刺激消息，突然上冲一下，然后再回来，才有这种可能。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，那就看12月能不能够出现这个突破前面的高点。但是大周期上，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月的顶分型是出现了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个下一个月12月是一个包含的，还是说再能往上走还往下走，才可能选择方向。所以现在虽然说出现了月的顶分型，但是这个顶分型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，也可以继续往上走，或者是往下选，看它是不是要选择回撤月线的一笔。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关键，是我们需要跟踪的。但是在日线上的话，就是看它，因为这里有 A 中枢了，这里是打一个高点出现背驰再回来，还是说不出现高点，比如说突到了6920附近，但是就是不突破，然后开始回撤，在这里做一个三角整理再上去也可以，就是后期就关注它是在突破之后回撤做中枢，还是说不突破直接在这里做中枢，那么就是一个中枢的位置。但是不管怎么讲，现在这波除非是这波特别强，那么可能上面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。不论怎么讲，就是要跟踪这一笔的这个状态。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，那么1小时从6521这个全部都是一段，全部都是一笔呀，在1小时上全部都是一笔，所以说它这个连续性、延续性非常强。然后看一下15分钟上，那么15分钟上是有一点结构的，把它高亮一下，就关注最后这一段，因为它这段走的延续性非常强。怎么说强呢？6521。在15分钟上的话，它是一个123构成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在这里构成了一个或者说叫勉强构成了一个15分钟的中枢，因为它这个第一笔的回落和后面这个都是需要特殊处理的，你在这里才能出现一个15分钟，但是不影响它这里确实是有2段有回落的，对吧？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中枢，然后它后期这里你看，这里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离开，前面是一个1、2、3进入。这样的话，它的级别就相同了，也就是说，离开段的级别和进入段的级别是相等的。虽然说前面是3段，后面是5段，但是它俩的级别是一样的，就可以比较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在这里先比较一下进入段和离开段的这个力度。
关键的位置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打到这儿了呢？6835为什么到这儿它这地方开始收平了，或者到这个突到这个位置它力度没了呢？一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小五浪突到这里了，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等比例的，跟前面的这个3段和后面这个5段相比较，刚好6837是一个等比例，所以说现在在15分钟上，它更可能出现的是，首先不要追，千万不要追，因为这是一个小五浪的一个尾段结束，它完全是可以快速杀一下，对吧？就看它在15分钟上是如何做这个回撤一笔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15分钟上的回落一笔，有可能要构成1小时的那个2买，1小时会出现一个回踩之后，你可以再上。看它能不能再上去，就是1小时上现在还没有出现有效一笔回落呢，但是15分钟上，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在这里做一个15分钟中枢也可以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A 中枢，在这里做 B 中枢，看它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再结束，对吧？但是无论怎么讲，它都是一个15分钟的小五浪的一个状态，这里千万不要追。所以说，等待有回落的时候，甚至2段回落的时候，就是3笔构成一个背驰的时候，你可以尝试在进，但是这个周期相对比较小。但不论怎么样吧，大周期上现在还是很状态还是非常健康的，就对做多的人。那么它的 MACD 也是0轴有交叉迹象，其实交叉不交叉，我们其实关注度这个不太关注的，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关注的是这个张口，这个交叉之后的快慢线的张口一定要张得大。张得大代表的是力度强，就是小周期的力度强，有力度。你光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多传统理论的，他们管这种叫什么？叫金叉，对吧？从底部插上来的叫金叉。你光金叉没有用啊，你没有力度，你光横在这里也是金叉，对吧？所以金叉死叉没有意义。但是你看这里就是一个死叉，但死叉它没下来呀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一定要张口，快慢线要张口才能有方向选择。你光在这里横在这里也是这个死叉，那死叉它跌上去又上去了，就是不要看什么金叉死叉这些，要看它这个张口之后的这个力度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，我们讲了有8分钟左右时间，因为它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关键的位置。我们再看大家的这个提问。有一位叫 Meta Game 的朋友问 USAR， 一个是美国稀土是吧？那么稀土的话，前一阵儿炒过一阵儿，就是说那个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那边限制了稀土的出口，那么是炒作过一阵儿。我们之前其实大概看过这个票，它有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通道。那么你复盘当然以复盘的方式来分析，当然很简单了，对吧？你在通道的下沿买一买，在通道的上沿去减仓或者去做空，这个你用复盘的方式当然很简单。但是当它力度非常强的突破通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马爪，或者有些不知所措，有可能甚至是追在这里都有情有可原，对吧？毕竟这个你谁知道它在突破上之后是不是在上面再做通道呢？在做这个区间震荡呢，对吧？但是呢，长期来看，它想要维持在上面的话，它需要有力度，有人在买才能支撑在这里。但是最终还是被打回来了。那么现在其实在结构上的话，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，因为它这里是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，这里进入段如果说不算一笔的话，因为它不够这个5根，那这回落是够一笔的。其实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它这里有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。那么周线这个中枢，我们看刚好是踩到这里，本周的话还出了一个低点，应该是比上周的低点啊，刚好是低点，对吧？那么踩到这个位置了，又在中枢下沿附近，那么这一段看看有没有希望结束。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小周期日线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高量的这段，我们现在把它断开，从最高点，我们只看这个43.98右侧这个高量这些。那么在日线上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图形稍微有点乱，把它其他的清掉。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，但是有一根 K 线破坏了，其实没所谓的，你可以当成一个3段，这是一个3笔的一个回撤，然后到了这里，日线上有背驰了，对吧？
日线上有一个盘整背驰。我之前讲过，出现盘整背驰并不代表转折，我们要进场，就这段出现背驰了，我要进看什么呢？要看1分钟，1分钟出现力度变化的时候你才能进。也就是说，它打到了这个最低点，这个11.47，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跳带缺口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，跳下来了，然后这些你都不能进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多空力量没有转换，什么时候可以进？也就是说，它在弹到这里的时候，它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小周期的，而且是1分钟升级之后的中枢，这个跳空的时候，是一个明显的，这时候可能看5分钟可能更清晰一点。那么5分钟上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大中枢，就这个还给5分钟上给了一个300，你如果说不用这个跳空缺口的话，就用这个300也可以。5分钟上出现300，当然日线上肯定是有个底分型的，也就是说日线上有底分型了。我们看裸 K， 日线上出现底分型了，然后你再用那个我们的双触发，就是看这段的内部结构，然后再结合5分钟上的这个300，如果说300没买上的话，或者没敢买的话，那么这个跳空缺口出来之后的上拔也应该加一点或者追一点，因为这是明显的力度的一个转变，而且它这个非常强势的往上走，是 MACD 在0轴以上的，对吧？它不容易背驰，就这个的上拔是不容易背驰的，有可能在这上面再做中枢之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一波，也就是说日线上有希望要出现一笔的上涨了。日线上这笔上涨也不是说就完事儿了呀，对吧？那还要看接着，如果说这个5分钟上的这个力度能够延续的话，当然好。如果说它延续不了，那么比如说这个是有120天均线，在这里17附近吧，到这里反弹够一笔了，那是不是要反弹2段？这样的话是1次反弹、2次反弹，构成一个反向中枢，再往下砸也可以的。但是整体来讲，现在只能看是一个这个超跌反弹。那么这段可以跟着吃完之后，它这个 MACD 一定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交叉之后要张口非常大，现在离这个0轴啊还很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离0轴很远，只可能是1买。一般2买是什么呢？2买都是在0轴附近的，这个禅师在一篇文章里面是说过的，2买都是在 MACD 在0轴附近才能够出现2买的才会出现2买。所以说现在离的0轴非常远。所以说它这里弹到这里，也就是说能把它这个拉到0轴附近，看它是不是要选继续往上冲，还是说要回落。所以现在就是日线上这段是可以跟着做。但整体来讲，现在因为美国跟中国这个稀土的也是暂停1年吧，好像是，所以说这个起码短期的威胁是没有了，也是为什么它之前冲了一波之后下来的原因吧。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Coinbase， 这是秦朋友问的 Coinbase。那么 Coinbase 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它大周期上应该是我们之前分析过 ，Coinbase 在这个3段回落刚好构成了月线的一笔。好的，月线上我们看这个刚好是这个这是有5个月刚好构成了一笔回落了。那么这个回落，因为前面也有一个回落，但是呢它是这样，一笔回落之后一笔上，然后再有一笔回落。它其中这个红颜色的上呢，它不够一笔，也就是在月线上它是不够，在月线这个周期，这个红的是不够一笔的，所以你需要重新划分你的这个 K 线。那么从 31.55 到最高点是一笔上，然后这里是一笔下。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个最低点起涨点测一下它到哪儿了，刚好踩到了 0.5， 对吧？踩到 0.5， 这里还有希望是一个月线的2买。如果说能够企稳在这里做中枢的话，就是说做一个月线大中枢，看能不能够上。就现在看这一笔的回落能不能够结束。那么月线上是一笔，周线上是3段，我们刚才刚好看到这个3段还是一个等比例。周线上下跌了3段，然后这还出现了等比例的下跌位置，然后出现了反弹。那么现在周线上也出底分型了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开始有拐头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 MACD 的尤其下面这个线开始有拐头，能收在0轴附近的话，能够起来。所以现在就是这笔要结束的话，就会有一笔反弹。如果说这笔反弹只是2次反弹确认的话，还可以往下走。也就是说，月线上那笔我们刚才看的月线那笔可能没结束，所以说还是要看这笔的反弹力度。其实图形分析来分析去，你会发现都差不多，跟刚才那个稀土那个结构都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
那就看这笔结没结束，再看它的小周期。那么在这个日线上，现在这个回落的就高量的这段的话，日线上现在只有一笔下一笔上，但是这个也是有一根 K 线破坏了其实这个结构。如果说在当下交易的时候，这个二卖呀，如果说能够抓住的话，起码你能够省却后面的这个，它其实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4的反弹。现在其实是小周期的话，如果说看1小时，或者说1小时上这里你有一个中枢，那么现在这个反弹，这是小中枢的小 B 段离开，现在是在小中枢上、小周期上做第二个中枢，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说你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结合多周期，是用同级别呀，还是用非同级别？那么现在它又反弹了，还是它也只能看作是一个超跌反弹，也是一样 ，MACD 就是没起来。现在这个反弹力度还可以，毕竟这个也是跟比特币的出现反弹有关系。那么这个反弹出来了，那么现在只能看的是一个弱的反弹，所以说，并没有说要怎样操作。那么如果说我的话，又到了200天均线这里，那么这个小的这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小周期，从最低点上来21.23，这段的话在1小时上只有一笔，刚好到120，看到没有？120均，刚好顶到120均了。那么，因为1小时上只有一笔，看看30分钟的话是不够，那么15分钟上是有结构了。这里是一个下上下，我们把这个15分钟这里，这有一个下上下，做了一个15分钟的中枢。然后呢，这里还给了一个15分钟的3买，15分钟3买。然后现在又上去了，现在就是这个第3段有背驰了，所以说这是第4笔的回落，有可能在15分钟上再给你一个5，然后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，就15分钟上做完2个中枢之后，可能就这笔就完事了。这笔是什么呢？这笔是日线上那一笔，我们就刚才说的那个日线上可能顶到200天，所以说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，没准就顶到200天上，就是因为200天嘛是一个年限，这就是好多人拿了1年了，它的成本在这里，可能是到了这个位置他们开始卖了，那这样的话卖的话那就相当于往上砸了嘛。所以15分钟上如果说给一个5的话，那你要先减一减，对吧？等待这里做中枢，做完中枢看它能不能够往上选，它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做中枢往下选，也就是意味着从这里要断开，日线上这笔上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它完全是可以往下演变，往这里继续砸，然后这样走，日线上可以出现回落。所以出现中枢震荡的时候，并不代表一定要往上选，因为我可以是一个中枢结束这个上涨的，晓得吧？就不要有那个惯性思维或者一根筋的思维我这里震荡，我只能是 A 中枢 B 中枢的往上生长，这是错误的。想找买入机会，日线2买是吧？也不是，就是说看你交易的周期。你如果说只想交易大周期的话，它不一定。主要是为什么说不一定呢？就是说它完全可以是一个生长的方式，因为现在只是日线的一笔反弹嘛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完全是可以慢慢的往上生长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一点仓位都没有的话，现在要进的话，你只能做一个15分钟的这个反弹。甚至是你可以做15分钟这个中枢震荡，然后再等待它有一个大的回撤，期待它有一个大的回撤。但是它也可以是，因为这个周期相对比较小，它完全是可以15分钟上走3个中枢也可以呀。没人说必须2个中枢就必须结束，就是我们不知道。就是你要说那个找这个日线2买的话，它不给你呢，它不给你日线2买不可以吗？可以一直往上走啊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不去预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下跟随。所谓的当下跟随，就是先出现小周期的买点了，我先做小周期的买点，然后出现小周期的背离了，我可以先出来，甚至都卖掉，甚至是就这个减一半，就看你的那个资金量以及仓位。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，不是说你想做日线2买就要给你日线2买，它完全不可以不给你的。就我们不要有预测的思维来说这里上不去了就一定要回来，那么它完全也可以是
60分钟给一个2买往上走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一定要这个抛弃预测思维，而是要选择跟随思维。那么稍微大一点周期，如果说有回撤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1小时上看看有没有。就是我的建议是，现在只能做15分钟的，那么不知道给不给更大周期的回落，有的话当然好，没有的话它可以继续往上走，那就看它后期的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Lily 朋友问了一个这个 CRCL 是否可以买入？这个我上周礼拜一分析的时候，好像有人问是不是要加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。但是你当时如果说你要是买那个超跌，就是说觉得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好，你应该在它出现底分型时候买呀。我当然是不建议大家加仓，因为我说的理由是，我是不做3不背驰的情况下，我是不做4的，对吧？我还在周一的还讲了，什么时候这个再做4呢？是它的那个小周期上出现多空变化的时候，你再进也来得及。所以说你在那个时候没进，你想现在买，那就是只能降低周期了，因为它完全是4可以结束在这里，对吧？你可以这是我们上周这个回测的，它现在离这个最浅的反弹位还没到。那么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，所以说你要做的话，就看你要做哪个周期了。那么这个是肯定是非常小周期的一个反弹，但是呢，小周期的反弹不代表它不能够走得远，还是说不要预测，而是说要跟随它的这个整体状态。30分钟上它有一个3段，我们看它30分钟上从这个最低点反弹到这里，然后刚好现在有了3段，然后我们可以测一下30分钟这3段。已经没有被持了，也就是这个第3段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的 76.56， 就是说3跟1不被持，就是我当时在周一的时候应该是讲的时候，什么情况下进都来得及，就是3出现不被持的时候你再进你再跟都来得及。那么现在就看这个3什么时候结束，那么你可以利用更小的周期了，现在想要进的话就是更小周期的一个下跌回落。那么在15分钟上这里一个下上下啊，15分钟上也是有一个小中枢，所以你要做的是一个15分钟的一个3买。现在15分钟上现在只是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里有回落，但是不够，所以就要等待这里给你一个3买回落，你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下，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，对吧？因为它到了这些位置还是没回到这个中枢，是3买，这个是可以做的，但是它周期小。只是一个15分钟这个周期的，所以说你买了之后，看它是不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上，以这种方式结束什么呢？日线30分钟的一笔，或者说直接一个3段，也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带一个3买，然后结束整个的30分钟3买也可以。所以说这是一种情况你可以做的，就15分钟上等一个回落，或者说呢就是30分钟上这一笔等它结束的，等这个30分钟这一笔结束，等它这笔回撤。就是30分钟上你就要抬高周期了。那么这个回落看什么？就看它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高点。如果说回来了，哎，碰不到这个高点，那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做30分钟的4浪回撤，然后做这个等待这个5的出现。以这种方式，以5浪的方式来看它能不能够结束日线上那一笔。如果说这个5浪出来了，然后再给一笔回落，然后在这里做中枢，可以继续上。不被持，那就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，这就是生长逻辑，这就是生长逻辑。我们不去预测，只是看市场怎么选。如果说它这个杀的比较深，碰到这里了，看它是不是做了这个中枢之后有结构买点往上走。但是呢，也可以什么呢？也可以直接砸破这个最低点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里已经是构成了日线上的一笔反弹，然后日线上再来一个5段，也就是说日线上再来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段下跌，才可能转折。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清楚。首先就是盯着15分钟上有没有一笔回落，做它的这个3买。如果说15分钟上不想做的话，周期太小，那就等待30分钟上什么时候出现一笔回落。这笔回落还要等待里面的小周期，比如说15分钟、5分钟的饱满之后才能做，因为它才可能结束。然后再看这笔回落的位置碰没碰到前面的低点，没碰到的话就是4浪回撤，可以做这个期待有一个5，可以做这个5。
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高点，也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有可能结束了，然后再卖掉，就是一段一段做，对吧？那么这每一段这个周期是你定的，你是要做小周期的15分钟这种，还是做30分钟的，还是说等待日线的2买或者日线的第5浪，这都是你定的。但是呢，你定好周期之后，市场给不给你这个周期的买点，那是市场决定的。所以说一定要区别这个你所谓的买卖点是你预测的，是你臆想的，市场走不走得出来那是市场决定的，你要做的是跟踪。现在市场给了你3买了，然后内部饱满了，那你就先做15分钟，15分钟做完了，它继续往下走，可能是30分钟上给你一个5，那你可以继续再做30分钟的这段。所以说一定是分段交易，但是前提是盯好那个周期。这就为什么缠论难的就难在它是多周期的一个这个结合。小周期上是一个什么生长状态，然后它慢慢演化成大周期的是一个什么变化，然后你又要看哪个周期，有的时候你切来切去的话就比较乱，尤其你做的周期又比较小的时候，那就更乱了。所以说，对于我们，如果说你不是天天能盯盘的人，就做30分钟、60分钟以上的周期，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去忙于那个应对。因为周期越小，其实做日内是特别难的。好多人觉得日内交易简单，就是一个刮头皮啊或者怎么样，其实日内非常难，因为它需要很强的纪律性。你这个如果说没有纪律性，就是又仓位又不好，又没有控制好的话，那可能天天在止损或者天天在应对，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但是大周期的话，我还是在我这里的话，它这个30分钟上是出现变化了，现在是可以跟了，晓得吧？因为你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出现这个4直接拉回到前面这里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它在小周期上是出现了这个强弱变化。所以说是可以开始跟的，具体进不进的话就要看你自己了。然后最后share的朋友问这个 QUBT 是不是走出了底部了？我们看一下他问的这个，这也是量子计算的对吧？这是周线上，我们看它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，忘了是之前好像有一朋友在这个一直在这个底部的时候开始往里进，忘了是谁问了，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分析过 QUBT。那么还是说它是切换到哪个交易所变了？因为我之前好像有分析它的这个图形。然后这是周线上这里做了一个周线的大中枢。那么周线的中枢，这是周线的这个大中枢，然后它还是从底部拔起来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突破型的明显突破型的这个交易，那么现在这个周线中枢有没有可能结束底部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说它是以这种方式完成月线的这笔下载的话，下跌的话，那还要跌破前面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这是进入段，那么中枢是这样。这是它的进入段，然后这是2段反弹，然后可以这样跌破这个位置，完成这是月线的一笔回落，那就是月线的一个大2买，也可以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分析的话，只能2个方向都看。你要么是往上继续走，你所谓的底部，其实就期待它往上走嘛。这里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是它的起涨点，对吧？往上走，但是它可以选择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的4.37也可以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分析的这个需要2个方向都要考虑了，那就是周线上这一笔看它有没有可能结束。日线上，那么从最高点这里有过一次反弹，不够，然后这些都不够，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回落，这个反弹有一个5段或者是7段的话是在1小时上，那么1小时上。这里是出现了一次上下上，这里做了一个1小时的第一个中枢，然后在这里又是一个上下上，做了第2个中枢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这也有过接触，又是一个扩张，这个它下跌的这段啊是抵抗比较强，但是呢，它把这个中枢给变大了，这是一个升级
扩张之后的大中枢，比如这前面都是变成进入段了，然后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最低点9.55的时候，这是一笔上一笔下，然后还没回来，你看刚好没回来。针对这个最后这个小中枢的话，这反而是一个3脉，然后又下来了，出现一个2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这里又做了一个这个第3个潜在的第3个中枢，然后又把这个它相当于一个螺旋，就是旋转下跌的状态，就是做了好几个中枢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想形成底部的话，我们要看到力度啊，对吧？现在这笔上形成了一个3脉之后，又下来给了一个1小时的2脉，然后这笔又反弹了，又到了这个位置。但是呢，这笔就是现在是在120均这里，120均没有力度，没有力度，就是这笔呀没有力度，必须要有力度你才能够上得去呀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，1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，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中枢，或者说是就是5分钟上有中枢都可以，5分钟上或15分钟上区别并不大，也就是说这个是15分钟上那个中枢。然后呢，为啥说没有力度呢？你看它前面这里是一个3段，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后开始离开，就这个离开段没有那个强度出来，你必须要有很强的状态，要的这个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很强的明显的拉升的时候，才可能说明主力想要往上走了，对吧？如果说那种状态没有的话，那只不过就是一个1小时的这个反弹嘛，对吧？这个反弹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想可能是给再踩一下。如果说我要是你的话，就要不再踩一次，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，然后买这个位置，或者说是到了这个位置先买一半或买一点，然后它再次下跌的时候再买，因为它完全是可以把这个整体的结构，就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中枢，这前面都变成进入段，然后这是离开。说明这个2次反弹还构成了上面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3脉，然后再结束之后，那这样的话结构就饱满了。前面有一个小中枢是带进入段，后面这个离开段也带一个小中枢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升级之后的中枢，前面这2个结构是类似一个这个共振了，或者说叫同意了、同构了，叫同构。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，前面这里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进入段，后面这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离开段，结构同构了，你会发现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中枢比如说到了中轨的时候买一点，然后如果说能够起来，你当然可以继续拿。如果说到了中轨，当然还是要结合小周期的。如果说它继续往下走，那基本上如果说能够结束在这个，那你可能需要再结合日线了。它日线上。哎呀，他如果说日线上这么走的话，那就去这儿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反正是建议，如果说到了中轨这里带止损，就是说就不建议加了，因为它下面的空间太大，下面的空间可能踩到6块钱的时候才可能有大支撑。从现在的价格踩到6块的话，是46%，这空间太大，所以说1小时上可以尝试一次，踩一下。这里可以做这个结构买点，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是进入段，做这个结构买点，看到能够上去。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跑，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做这个第3个或者这个上面升级中枢的3脉之后继续往下走，那就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不预测的，所以说你要带止损，也就是说跌破9.55的话就止损。所以我反而建议这种，因为它的盘子是比较小的，现在量子计算，我虽然不太了解它这个行业，但是多多少少带一点炒作吧，因为毕竟没有成规模。好的，我只能建议给到这里了。那么具体怎么选的话，就看你自己了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再见。